本台消息，据传刘家三女皆由其父亲独自抚养成人，如今他们在军事、商业、影视3个领域成就卓著，名声显赫。为报父亲的养育之恩，三姐妹将邀请港城名流共同庆祝其父亲50大寿。回家给父亲过50大寿，走。近日，三姐妹衣锦还乡，将邀请这3个女儿可是孝顺又有出息啊！这水嫁做了他们的父亲，那可是太幸福了呀！那可是大户人家的家主，难不成那是我们这些菜贩子？你说是不是啊，房东？这话是什么？废话。按照您的吩咐，3位小姐的登顶礼已经准备好了。此为河山神令，大小姐凭此令可调动100万大军。这是河山集团10年订单，将助2小姐登上华国首富之位。这是华国电影节最佳表演奖，将助3小姐成为炙手可热的华国影后。这些登顶礼将在明日您的寿宴上赠予他们，将助他们登临绝顶。这3个孩子天赋不高，但胜在心地善良，懂得感恩。我这个当父亲的，能在他们最后帮他们登上各自的顶峰，我也就放心了。店主，您当年从战场上受了重伤归来，还拼命地冲进火场里救他们几个。您的腰还在当时那场大火当中被房梁压弯，脸也被火烧伤，值得吗？舒和和之夏当年就是在火灾中走的，我不能让这样的悲剧在我眼前重现。只要这几个孩子如今安好，这点小伤算什么呀？您这几年暗中扶持他们登上如今高度，您真不打算告诉他们这一切吗？我打算在明天的寿宴上把这一切都告诉他们，然后呢，我就可以安享晚年，等着抱孙子。明天就是爸的50大寿，这次我准备了上好的天山雪莲。对了，我刚接到消息，明天河山神殿的临终神将将会亲临父亲的寿宴，授予我们3大登顶礼。还有那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河山神殿殿主更会亲临。太好了，我们3姐妹得到神殿殿主的支持，从此变为平步青云了。届时爸肯定会更加高兴的。快回家吧，老爸肯定整着急了。好，走。女儿，爸爸妈妈终于找到你们了。什么？孩子，我们就是你们的亲生父母。没错，当年你们住在同一家医院，我们就下去买个奶粉的功夫，就让人贩子放火烧了医院，把你们也偷走了。胡说什么？你竟敢污蔑我的父亲，是想找死吗？我知道你们不相信，口说无凭，但你们要相信事实啊！大姐，这报告好像是真的。来人，去查清楚。女儿，你不知道这些年妈妈是怎么过的。孩子，我知道你们第一时间肯定不相信，但是，请你们看看这个，他就是一个可恶的人贩子，根本就不是你们的父亲，不仅偷走了你们，还让你们认贼作父20多年呀！我们心疼你们呀！报告将军，以目前调查的情况来看，当年确实是刘伯能把你们带出了医院。我竟然被他骗了整整25年！为报父亲的养育之恩
三姐妹将邀请港城名流共同参加父亲的50大寿。看到了吗？这就是当年那3个病秧子，如今功成名就，高度更是我们家一辈子都无法达到。我们必须把他们抢回来。没错，他们所有的成就都应该是我们的。是啊，如果想要吸他们的血，那就必须竭尽全力。女儿，你们不在家的这些年，妈妈给你们挣了上亿家产，只要你们愿意回来，这些都是你们的。我知道你们和这个人相处25年，有感情了。如果你们不愿意回来，我们尊重你们的选择。对，但是你们要明白，那个人只是把你们当成了吸血工具，我们才是你们的血肉之亲呀。你们看看，爸爸已经白了头发。你妈妈为了你们，那也是哭伤了眼睛。这些年，我们为了寻找你们，那是积劳成疾。我们才是最爱你们的人呀！你根本就不配做我们的父亲，所以我们还想给他举办寿宴，你真是瞎了眼。他害得我们骨肉分离了20多年，他是我们的仇人。这笔账，我现在就去找他算清楚。哎，女儿，你千万不要冲动啊！那个人表面上看着老实，实则手段毒得很，这万一要倒他一耙，耽误了你们的前程，可不好啊！是啊，我们也不想再看到你们受苦了。对，明天全城的权贵都在，林中神将和店主大人都会牵连。他的50大寿不仅要办，还要送上厚礼、大办、特办。恭贺大寿！欢迎欢迎，谢谢，来。哎，王总，你们来了。吴总，我们可真羡慕你啊！这3个女儿个个都是人中龙凤，总算熬出头了。哎，我听说这3位姐妹还得到了河山神殿殿主的青睐，这以后前途不可限量啊！都是孩子们自己努力，自己争气啊！来，快坐。好，你先忙着啊。好，来，入座。孩子们，爸爸暗中扶持你们25年，今天就帮你们实现最后一步，从此平步青云。孩子们，你们都回来了。哎呀，你看这一个个都瘦的，肯定在外面吃了不少苦吧？来，我们准备吃饭啊！我们不是来吃饭的，我们是来给你送上大礼的。给爸爸送什么礼啊？只要你们能够幸福平安，爸爸就开心了。这个礼你不收也得收。天哪，他们居然在寿宴上送钟，还是他们父亲的50大寿啊！阿柳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别急啊，那是第1份，这是第2份。断绝父女关系协议书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做了什么？难道你心里不比我们更清楚吗？我劝你在临终神将来之前，赶紧把字签了，然后把25年前的真相说出来，否则别怪我们心狠手辣。25年前，你们都知道自己的身世了？没错，25年前，你们所在的医院着了火，是我冲进火场把你们救了出来。还在这胡言乱语，这都是你偷走我们，让我们和亲生父母骨肉分离25年的谎言。偷？不是的，是你们自己的亲生。收起你可恶的嘴脸！今天我们不会给你任何狡辩的机会。七宗罪，刚才给过你认罪的机会，可是你不知好歹，
既然如此，那就让所有人都知道你的滔天大罪。刘伯农，你故意纵火抢人子嗣，此为第1罪；趁人之危毁人家庭，此为第2罪；偷梁换柱、瞒天过海，此为第3罪；第4罪，不知悔改；第5罪，为老不尊；第6罪，心比蛇毒；第7罪，恶贯满盈。这7宗罪的每一宗都足够让你死100次。这7宗罪加一起，你罪不容诛。你们肯定是误会爸爸了，爸爸不是这样的人。你还死不悔改，还不认罪是吧？好，那今天我们就让你身败名裂。刘伯农，你还记得他们吗？他们？你们说怎么样？来人呐，快救救我孩子！来人呐！好了，别叫了，反正也是病秧子，一把火收了正好。反正也没钱治了，死了就死了吧。哎，火越来越大了，快跑！跑啊！他们就是你们的亲生父母。没错，如今我们一家人团聚，你这个人贩子看到他们是不是很心虚、很害怕？这些年我问心无愧，我有什么害怕的？反倒是他们，25年前把你们丢弃在火海中，是我救出来的，把你们抚养长大。你少在这儿颠倒是非，别以为我的宝贝女儿不敢杀了你。没错，你就是个十恶不赦的纵火贼、人贩子。我知道你们想干什么了，你们不就是看着这3个孩子如今功成名就，想要吸他们的血吗？告诉你们，只要有我在，你们就不可能。居然敢污蔑我们的父母！你们还不懂吗？他们是在蛊惑你们。孩子，爸爸的为人，难道你还不清楚吗？我们当然清楚，你就是个偷孩子的贼。你养我们，不过就是为了有朝一日我们能够出人头地。你这个菜贩子，好跟着我们鸡犬升天吧。我说的话，你们是一个字儿都不信；他们说的话，你们却奉若真理。爸，看在你我25年父女的情分上，今天你给我道歉认错，原谅你们这次。你个人渣，你疯了吗？我女儿凭什么给你道歉？就凭我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他们拉扯大，他们现在的一切都是我给的。放肆！荒唐！我刘25岁成为威武大将军，立功无数，现在又得到河山神殿殿主的赏识，你说这一切都是你给的？你的脑袋是被驴踢了吗？我刘明执掌商业帝国，带领集团成为8省第1财团，如今更是受到店主的赏识，即将登顶花国首富。怎么也配往自己身上？原来我在你们心中就是这样的人。不然呢？你看看这黑黝黝的手，还有脸上这不可见人的疤痕，以及这满身的破烂，从上到下，从里到外，你哪一点配当我们3个天真娇女的父亲？你还在装可怜，不就是为了钱吗？这里面是100万，足够你这么多年在我们身上的开销了，剩下多余的就当做是我们给你送葬。这是当年你要拍的全家福，每当我看到它，都会让我想起你那张隐瞒事实真相的丑恶嘴脸，都会让我感到肮脏、恶心。还有这枚玉佩，当时是说送给我们保平安用，现在看来这就是个笑话。我刘明在此宣布，与刘伯农断绝父女关系，永世为敌，不死不休。我们3姐妹与刘伯农断绝父女关系，永世为敌，不死不休。我曾想有朝一日
你们找回自己的亲生父母，过着美满的生活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我养了3个女儿，竟然个个都是白眼狼。我更没想到的是，我们的父女关系会以这种方式结束。好啊，好得很。既然你们心意已决，我签了便是。只是你们不要后悔。站住！我让你走。你还想干什么？你耽误我们这么多年，你现在所做的一切都不足以洗刷你的罪孽。你必须给我们跪下，给我们和我们的父母磕头，直到我们满意为止。什么？你竟然让我给他们磕头？你害我们骨肉离散，跪下磕头，理所应当。我养了25年的女儿，竟然要我跪下给他们磕头！你们这么大逆不道，就不怕五雷轰顶吗？大逆不道的人是你！来人，把这个人贩子给我押住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这个老畜生，今日你不跪也得给我跪！我让你跪！跪啊！爸爸，长大了我要当战神保护你。哇，真厉害！爸爸，等我长大了要赚大钱养你。哇，你也真棒！爸爸，好，好，好。爸爸，我们要永远当你的孩子。好，我们永远在一起。哈哈。对了，呸！这就是我养的女儿，我亲手养大的女儿。闺女，这河山神殿那可是极其注重品德的呀！你们被这个奸夫养大，是你们洗刷不掉的耻辱。现在只有杀了他，才能证明你们。神殿给你们送的3份登顶礼就要到了，切勿妇人之仁，杀！向神殿表明你们的决心。刘伯农，你所做的一切，不仅仅是磕几个头就能解决的，血债还得血偿。今天我就给你一次自裁谢罪的机会，我们会为你抬棺收尸，也算了却了这25年的恩怨。你再说一遍，再说1万遍又如何？今日你要做的就是必须得死。你赠予我们的，我们大可都退还给你，但今日你这自裁，你必须得做。好啊，这就是我亲手养大的好女儿。你们扇我巴掌，逼我下跪，就当是你们心智不全，受人蛊惑。可我没想到，你们竟然丧尽天良，逼我去死，好得很呐！今天我本想送你们攀高峰、登绝顶，可你们不配为人，更不配拥有现在的权力和财富。既然如此，我成全你们。临终听令，刘家3女有眼无珠，人面兽心，枉为人子。我命令你取消他们的登顶礼，收回他们拥有的一切。放肆！听你这口气，我们的登顶礼难道是你送的不成？哼，可笑至极！那可是河山神殿殿主赠予我们的至宝重礼，岂容你一个卖菜的在此妄言？他废什么话？今日就让这个人贩子受礼变葬礼，去死吧！河山神殿特使携3重登顶礼到。
大姐二姐，咱们的礼当真到了。哎呦，真的是3份登顶大礼呀！那我们女儿功成名就，不是板上钉钉了？那我们不是也飞黄腾达了？没错，皇特使携礼而来，我倒要看看你这个菜贩子怎么能圆这个弥天大谎。你圆不了，那就得死。恭喜恭喜啊！3位小姐从此就平步青云了。刘伯农，你不是说这礼是你送的吗？那你倒是让皇特使把这礼收回。行了，登顶礼已到，从今往后，我们便是各自领域的至高存在。先把这礼接了，再来收拾这个人贩子也不迟。皇特使，我们3姐妹已经准备好了，登顶礼可以呈上来了。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没听到我大姐说的吗？快把登顶礼拿上来！没有我的命令，这礼你们收不到。那万人之上的位子，你们更是做不得。什么？刘伯农，我看你真是人老发昏了吧？刚刚就妄言说要收回我们的登顶礼，现在当着皇特使的面还敢胡言乱语，是与不是，一换就知道。皇特使，这个人贩子大言不惭，是在赤裸裸挑战河山神殿的威严。闭嘴！皇特使，我们姐妹3人就在此处，而你站在那儿，是为何意？大姐，皇特使可能是想先将这个人贩子处理掉，然后再送礼给咱们就等着吧。皇特使见过大人。啊！3份礼已到，请大人收回。请大人收回。难不成这3重大礼真是他送的？难道他真是河山神殿的殿主大人？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这个人贩子说的都是真的？大姐二姐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慌什么？不过是他吓唬我们找的演员罢了。而他所谓的登顶礼，不过是他在垃圾堆里找的劣质道具。刘伯农，没想到你一介乡野村夫，竟也有如此深的城府。那我是不是还得叫你一声殿主大人？感恩你把这将军之位赐予我啊！没错，你能有今天，全靠我暗中扶持。放屁！我能有今日，靠的是我自己的打拼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揽着参天的功劳？你从小体弱多病，毫无根基，想要成为战神，根本就是虚妄。是我踏遍天南地北，找到神药替你疗养身体，再请3大宗师传授你武功，才让你有了在战场立足的资格。他怎么知道我师父是3大宗师？不然，你以为凭你那些3脚猫的功夫，就能荡平8国，收复边疆，拿到这河山神令吗？这真的是河山神令！这真的是河山神令！刘伯农，你搞这一出，该不会想说，就连我这总裁之位也是你给的吧？刘明，你一路制霸商界，手握财权，你不会真以为是你自己的功劳吧？大错特错！没有我的命令，那些商业大鳄、富家子弟，凭什么对你毕恭毕敬？而上京的王家，又凭什么给你送上这10年的订单？你怎么知道是上京王家的订单？还有你们所拥有的一切权利、财富、地位，都是我给的。你们能遇到我，那是你们8辈子修来的福气。没有我的庇佑，你们就犹如那万千世界中的蝼蚁，身如草芥，命贱如泥。放肆！别以为掌握了一些我们的资料，就可以在这里胡言乱语。我们3个的崛起，靠的是我们自己的天资卓然、发愤图强，而不是你这个垃圾。身为人子，可无才无智无权无势，但万万不可背信弃义。而你们一个个都辜负了我的救命之恩、养育之情，现在竟然还颠倒黑白，不分是非。你们所拥有的一切将不复存在。刘伯农，如果你真的有能耐，那就让我的顶级财团破产啊！既然如此，我就如你所愿，1分钟内让明星集团的股票跌停。
这位大爷，我明星集团得到河山神殿的器重，资产遍布全球，更是拥有上京王家的10年订单。你以为你装模作样的打通电话就能撼动我的资产了？收起你那拙劣的演技，乖乖回家睡觉去。还有30秒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王秘书，我们集团忽然被多方势力围剿，股价已经跌到2毛了，再这样下去，马上就会跌停，到时候集团损失上亿都不止。什么？二妹，我看她真的是疯了，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无法自拔。不如我们现在就将她封杀，让她知道大言不惭的下场。敢侮辱我的财团，仅仅封杀他也太便宜他了。我要让他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喂，总裁，不好了，咱们集团遭遇不明势力狙击，股票跌停，损失上亿啊！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大姐，我的财团……慌什么？生意场上有赢有亏，不是很正常吗？依我看，你的股票大跌，不过是他凑巧猜中吧？没错，二姐，这肯定都是他的阴谋诡计，为的就是攀附我们，平步青云。你们未免也太自信了，就你们这点实力，还入不了我的眼。刘伯农，你的把戏耍到这儿也就够了，接下来该我来收拾你了。我倒想看看你刘刘凭什么收拾我？就凭你那些不入流的三脚猫功夫？你一而再再而三的羞辱我，你是找死！这怎么可能？就凭你这点微末的实力，也就对付小兵小卒罢了。想要撑起河山神殿威武大将军的名号，做梦！好，那就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我三个配不配得上这威武大将军？毒夫死定了！这怎么可能？我复明剑是由天外陨石和极炎圣火锻造10年而成，一掌就劈断。君有道，剑在侧；君无道，剑气败。六六，你无德无义，不配拥有这凤鸣剑。你刘刘无德无义，不配拥有这凤鸣剑。放屁！你是不是为了吓唬我女儿，偷偷把气藏起来了？哼！我要打死你这个天妇！妈，你满嘴仁义道德，其实跟你3个女儿一样，都是卑鄙无耻的一丘之貉。你这个臭混妇，敢打我老婆，我他妈弄死你！呀！你们谁再敢多说一句话，下场跟他们一样。刚才这些只是对你们一点小小的惩戒，现在你们应该看清楚，谁才是背后扶持你们到至今的人吧。只要你们和这2个道貌岸然的亲生父母划清界限，我愿意再接纳你们一次，重新送你们登顶。你个人贩子，算计我女儿不说，还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！哎呀，女儿，千万不要相信他说的话，你们这些小损失，我们承担得起。不错，只要河山神殿殿主依旧认可你们，不管谁来，你们的位置那都不可撼动啊！大姐，一切都是他装腔作势吧？这根本说明不了什么问题。我们好不容易和亲生父母团聚，不能因为他的一面之词就倒戈相向，还说什么祝我们重回巅峰，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。村夫，看到了，没有人相信你说的话。好，我给过你们机会了，既然如此，我就让你们自食恶果。即日起，你刘刘的战神名号不复存在，永久禁止踏入河山神殿。你刘明集团覆灭，帝国坍塌，不准进入花国商界。还有你，永久封杀，禁止踏入娱乐圈。你们3个所谓的成就，将在10分钟之内土崩瓦解。我要让你们知道，
没了我，你们会原形毕露。真是精彩啊！老东西，要不要给你拿个镜子，让你好好照照你那生怕露怯、大放厥词的丑恶嘴脸？且不说我们三姐妹今晚就会直面那万人之上的店主大人，就凭我们自身的实力，在整个港城乃至花国都无可匹敌。你可别说你就是那位店主大人。刚才我确实说错，用不了10分钟，只要2分钟，你们就会看到自己的下场。就算你刚刚撕毁的合同是真的又如何？我明贤集团依旧是花国顶级财团，而我依旧是荣华富贵，享之不尽。是吗？我劝你还是打个电话回公司问问，你的账上还有几个钱。你还在胡说八道，刘伯农，我是不是给你脸了？来人，把他给我拖下去！刘总，不好了，刘总，刘总，公司股东集体撤资，资金链全断了。公司的所有资产已全部亏损殆尽，我们破产了。什么？破产？你在开什么国际玩笑？是真的。这怎么可能？我的资产怎么可能2分钟之内都没了？你是不是和他在一起骗我？刘总，就算您给我1000万个胆，我也不敢骗您啊。刘明是吧？你的公司破产，资产清算后还欠上京王家1000万违约金，请你即刻清算。你们2个狗东西，一定是收这个村妇的钱，才在这里胡说八道，对不对？来人啊，把这2个狗东西给我拖出去！人呢？你的公司都破产了，当然没有人听你号令了。真有公章，女儿，你公司真没了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什么都没了！即将一无所有的人，不仅只有你。什么？我被封杀了，这下我们什么都没了。完了，全完了。他真的把我们送上绝路了，大姐。他说的都是真的，我们真的什么都没有了。那他真的就是那位了不起的大人物？是个屁！他一定是联合了我们3位姐妹的仇人，共同做了这个局。抢来！抢来！看来你们是真的想我死。受死吧！为了你25年的饭，就这点力气。这老东西怎么这么大力气？大姐，别心软，杀了他！杀了他！大姐，快杀了他！太弱了。大姐，我的家，我的家！狗东西，我杀了你！大姐，大姐，燃狼烟，集中国，我要召集10万神军，将你碎尸万段！不用召集，华军统领在此。我以威武大将军之名命令你，杀了他！动啊！去啊！醉将刘刘，背信弃义，品行恶劣，请有店主弃职，革除你威武将军的名号，逐出河山水店。不可能！我不信！我不信！女儿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知道了，一定是这个老东西找来的托吧。刘伯农，我告诉你，我已经给华阳战神打过电话了，他马上就到。等他来了，一定会将你碎尸万段。女儿，你口中的华阳战神，不会是河山神殿中仅次于林中神将的第1战神吧？没错，我的饕餮甲便是华阳战神所赠，
刘伯农，今日你不仅敢伪造河山神殿赠予我三姐妹的登顶礼，还敢对我们动手！你这不光是跟华阳战神作对，还是与整个河山神殿作对。等待你的只有挫骨扬灰。华阳就是林中手底下那个小将吗？就他，还没资格压我。是谁敢不把华阳放在眼里？华阳战神，您可算来了。你这是发生了什么？华阳战神，今日我们三姐妹在此处等待殿主的登顶礼，可是这个老不死的却想毁掉这一切。什么？他还自称自己是河山神殿殿主，还说我们3个的成就都是他给的。他这么说，这不就是赤裸裸的挑衅河山神殿的权威吗？不仅如此，他当年还放火偷走我们的亲生女儿。既然您都来了，可一定要为我做主啊！世间居然有如此歹毒之人！战神命令你立马跪地服罪，让我下跪，你还不够资格。大胆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知道怎样？不知道又怎样？我有必要在意你们这些匍匐的蝼蚁吗？死到临头还敢大言不惭！我本无意对付你，一介平庸之辈，但今日我代表的是河山神殿的颜面，殿主神威，不敬。你在林中手底下也有段时间，他就是这么教你做事的。大胆！林中神将乃是殿主手下第一人，他的名讳岂容你直呼？整个花国还有谁的名字是我不能直呼的？狂妄无耻！今天在场的各位，哪个不是非富即贵？你一介村夫，竟敢口出狂言！我港城张家恳请华阳战神带领我港城百户封杀这个老东西。我港城赵家愿追随河山神殿，断其生路。断其生路，断其生路！刘伯农，你看到了吧？你已经惹了众怒，今天你活不了了。哼！我河山神殿本无意以大欺小，但众望所归，那本神将只能为民除害。来人，打断他的双腿，拖出去扔下海，让他从这个世界永远消失。林中，我命你2分钟之内给我滚过来，否则神将的位子也坐不了了。是，遵命。快，再快！2分钟内必须赶到宴会厅。是。你们还有2分钟的时间，可以苟延残喘。刘伯农，你还在这装腔作势？你以为你自己是什么身份？一个电话就能把林中神将这样的大人物给叫来？林中神将的确2分钟后会亲至，不过不是来给你撑腰的，而是亲自宣判你的死刑。原来如此，林中将军亲至，你这狗东西必死无疑！这乡下人真是不知死活。还好我女儿当机立断，给你断了这父女关系，要不然我们也得受牵连。还有10秒钟，死到临头还不知道悔改！来人，动手！你们好大的胆子！恭迎神将大人！刘伯农，林中大人来了，你死定了！这里是刘家3女的登顶宴，你们在这吵什么？哎呀，大人，您息怒。今天的晚宴出了点纰漏，有个老东西在这里闹事。不过您放心，我这就把他处理掉，以免冲撞了你。留留，林中大人亲临，你们3姐妹纵容着鄙薄的村夫扰乱现场，该当何罪？华阳战神，林中大人，请息怒，我们这就将他给轰出去。你们说他是鄙薄村夫？大人，这便是我那歹毒的养父。不过您放心，我们已经和他断绝关系，您想怎么处置他都可以。这口钟又是怎么回事？那自然是给他痛钟了。大人，您有所不知，这个鄙薄村夫罪孽深重，后面这7宗罪上面可是写得一清二楚。我算是明白了，你们不仅没有感恩他，还怨他是偷了你们的贼，在50大寿上送他们钟，让他去死。你们真是好手段。多谢大人夸奖，我们一定再接再厉，不辜负大人的登顶礼。行，要礼是吧？
有眼无珠，忘恩负义，狼心狗肺，猪狗不如！忘恩负义，无情寡义，这便是送给你们3个人的大礼。大人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，包括你们的命，都是你们养父所赐。他宠你们，爱你们，把最好的都给你们，你们却听信谗言，欺辱他，伤害他。3个女儿无一人护他，你们就是3头白眼狼。大人，您这是何意啊？在您还没到场的时候，他就伪造店主送给刘家3女的礼物，还大放厥词，根本不把和山神殿放在眼里。你应该收拾的人是他呀！你在教我做事？不敢！为了和山神殿的颜面，属下这就给他一个深刻的教训。我这就去杀了他。我看干啥的人是你。大人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呀？你们这群瞎了狗眼的蠢货！你们口口声声嘴里喊要杀的人，便是这个场内身份最尊贵之人。这怎么可能？这一定是有什么误会。他就是个村夫，连家门都没出过。今天能来这么豪华的酒店，还是因为我们姐妹3个才来的，怎么可能会是贵客呀？是啊。闭嘴！他的身份比你们所有人都加起来都尊贵1000倍万倍，以你们的身份，根本没资格在他面前大放厥词。大人，你给句名话，他到底是谁啊？好，那我就告诉你，你们的养父刘伯农就是我的身份，他们还没资格知道。是爹。刘哥，这些人以下犯上，目无尊卑。依我看，把他们全部封杀了，世世代代只能上街祈祷为生。完了，连临终神将都对这个村夫毕恭毕敬，我这一次惹到大人物了，这可怎么办？怎么办啊？完了！我可不想去要饭，都是你说什么只要追尾3女就能飞黄腾达，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我们也手牵连了。我也不想，你自己想办法。刘哥，我只是生了他们而已，其他跟我也没有关系。你要处罚他们吧。爸，你们怎么了？不是说不会再抛弃我们？我哪有说过这样的话？你说过吗？哎，我可没有说过啊，没有。你看，他们现在和我们没有关系。对，刘哥，你的女儿还给你了，还给你的。爸，你怎么能这样？你不是说我们是你最疼爱的孩子，还要把家产继承给我吗？哎，什么家产呀？我哪有钱给你们呀？啊！你们简直枉为父母，还不把他们押过来请罪？大人，不要，饶命！大人，请您尽快发落。放开我，这事跟我没关系。大人，你就放了我吧。刘伯农，不，刘哥，你看，这个3个孩子你想要都给你，你千万不要处罚我们呀！女儿，你快帮我们求求情啊！女儿，快！传我吩咐，华阳欺辱河山神殿贵客，大逆不道，即日起革其职务，永不让踏入港城。大人，不要啊！至于你们，断其在各个行业所有资源，任何人不得与此家族有任何合作，全部拖下去。大人！大人！大人，如果我们3姐妹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，还请您大人有大量宽恕我们吧。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他们都……放肆！刘哥的身份也是你们能打听的。我是什么人，你们没资格知道。你们3个虚言附势，不识真心，这些都是你们咎由自取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一定是你们串通好的在骗我们，伪造我们的登顶礼，毁掉我们的宴会，害得我们父母都不认我们。现在居然还敢骗到和山殿头上，你们好大的胆子！收回你们的礼物，是我的意思。
至于你们的父母，那是看在你们无权无势，怕受牵连才不认你的。好你个老东西，怂恿你的林中毁了我们的前程不说，你还放肆！你个无知小儿，满口胡言！刘哥，我这就处理他们。你们3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，枉费刘哥为你们筹谋诸多，就罚你们自获50掌，以记住今天的教训。还不动手！林州，我们走吧。你不能走，你走了，我们的礼物怎么办？事到如今，你心里想的还是那3份礼？你们给我下跪，也是为了那3份礼，是不是？完了，这下我们彻底完了。你以为你今天所做的这一切就能毁掉我们吗？只要我们能重回巅峰，就一定能让你下地狱。她们3姐妹的所有成就都已被收回，她们的父母会受到相应的惩罚。属下不知道后续该如何安排。算了，他们已经一无所有了。经过这次，他们也应该知道自己错了，保持下去，让总督重新扶持，这样他们在港城也有一些立足之地。我觉得这也算是我对他们25年父女情的最后一点仁慈。是，店主，那我们现在是回别墅吗？不，回老宅。是。啊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姐妹们，我刚刚接到北市总部的电话，我们根本没有失去这一切。今天所发生的事情，都是刘伯农那个老家伙和林中串通好在骗我们。竟然串通上了林中神将，刘伯农那个老东西，竟然串通上了林中神将。可再怎么说，咱们几个都是各行各业的佼佼者，他如果没有底气，怎么会如此大放厥词？而且咱们也确实受了伤。没错，区区一个林中就想让我们姐妹几个的成就功亏一篑，绝不可能。我知道了，河山神殿殿主常年隐退，他临终就是倚仗这一点，才和刘伯农同流合污，而这一点正好证明了他们之间有见不得光的事情。这么说，今日所发生的一切，都是他们假冒店主之名而为。他临终就是看不得我们几个天之娇女的好，只要我们一日腾飞，他的位置就会受到威胁。而刘伯农知道我们要抛弃他，便早早串通上了临终，闹了这一局。这么说来，就完全解释得通了。他们2人还真是可恨。不行，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。他让我们受到了如此大的屈辱，咱们一定要让他们付出代价。行了，我们现在最该做的就是尽快找到真正的店主，让他恢复我们应有的权利。可问题是，咱们都没有见过他老人家，怎么找啊？我刚刚得知，3天后河山神殿店主将会举办回归宴，到时候他老人家必定会亲自登场。太好了，时隔20年，他老人家终于又出山了。可问题是，咱们要怎么拿到邀请函？姐妹们大可放心，我在边疆的时候与成明战神交好，我们有难他必会相助。大姐，你说的成明可是店主麾下的统领？没错，小小一张邀请函，自然不在话下。太好了，只要我们拿到邀请函，去到宴会厅，告诉店主今天发生的事情，一定能把他们2个一网打尽。店主，今天晚上我派人守护您的安全。你回去吧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店主您是3个孩子，没一个懂事。店主养了他们25年了，这可都是店主活下来的动力。今天他们3个都离开了，店主今后该如何是好？
慢点跑，别摔倒了。爸爸，我来帮你洗衣服。好啊，我的小宝贝儿从小就这么懂事儿，真棒。爸爸，我们也帮你洗衣服。好啊，好，来，我们一起洗。爸爸，你这脸怎么和我们的不一样啊？爸爸会慢慢变好，爸爸老了就会变成这样。爸爸，我不让你变老，我要一辈子跟你在一起。好，我们一辈子在一起，好不好？好。爸爸，一辈子是多久呀？一辈子啊，是很久很久。哇，太好了！我们要跟大家在一起很久很久了。到最后，终究还是我一个人。舒和，之夏，我好想你。今日之后，北狄亡国。宣国主令刘之夏在边疆告急之际，力挽狂澜，横扫八国，战功如盛，为花国立下不世之功，现封为花国宣平君，特赐花国宝剑华光剑。恭贺全明君！恭贺全明君！恭贺全明君！宣平君，您的亲生父亲找到了。什么？你说的是真的？嗯。真的，真的是我父亲。爸爸，爸爸，爸爸来了。来，我们起来，靠在爸爸身上。爸爸呀，给你熬了鸡汤，等你把鸡汤喝完，你的烧就退了啊。来。25年了，父亲，你过得怎么样？据调查，您父亲之前所有的消息均被人为抹除，所以我们查不到任何一点消息。但今日港城刘家三女被刘父拐走养大的新闻爆出，我们发现这个刘先生是您的亲生父亲。这是怎么回事？25年前，您父亲在火场中救出3个孩子，精心将他们养育成人，但这3个白眼狼忘恩负义，在您父亲50大寿上送上钟，并宣读他的七宗罪，甚至逼他自裁。混账！这世上居然有如此不知人性的东西，敢欺辱我父亲！我要他们死！恭送全明君！恭送全明君！爸爸，夏夏，爸爸，爸爸，夏夏，爸爸，你怎么才来？我肚子都饿了。夏夏，对不起夏夏，是爸爸来晚了，都是爸爸的错。爸爸不哭，笑笑不怪你。夏夏，都是爸爸没有救出你。夏夏。想想，如果爸爸当年救出了你，你如今是不是也长成大姑娘？夏夏，夏夏，
放开我！夏夏在里面，快放开我！夏夏！夏夏，直到遇到了她们3姐妹，我以为我拼命对她们好，就能弥补对你的遗憾。但是爸爸错了，夏夏，爸爸好想你啊！你是爸。之夏，你真是我的夏夏。爸，是我回来了。夏夏，我的孩子，是爸没有照顾好你啊！爸，不怪你，当年我们被人所害，都是女儿不好，没能一直照顾你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！来，进来，来，夏夏。夏夏，都长这么大，爸没想到你能活着。你这些年一个人在外面孤苦无依，一定吃了不少苦。当年那场火灾，我被一个高人所救，他治好了我的伤，还抚养我长大，还传授我武功。这些年，我从来没有忘记过您，我一直在寻找您。回来就好。3年之后，爸爸在酒店有个宴会，你跟爸爸一块去。我要跟所有人说，我的夏夏回来了，好不好？好。你坐下，爸爸去给你做好吃的啊！爸，你这房子太旧了，以后啊就到我的别墅去住，这样我就能给你尽孝了。好嘞，你先坐。爸，你就坐着好好休息，女儿给您煲一个我最拿手的汤。好嘞。民众，通知下去，3天后的回归宴就放在银河山庄。银河山庄，那不是25年前送给知夏小姐的礼物吗？自从小姐出事后，你就一直交给齐河掌管，也不让其用。我的知夏回来了，我要昭告天下，我要好好保护她。小姐回来了，太好了！爸，你快尝尝。好嘞。好喝，你也喝。薛明君，据调查，昨日您父亲的寿宴上，3姐妹多年的努力，顷刻间全部灭没去，破产的破产，被革职的革职。本以为会将他们彻底封杀，可寿宴结束不久后，他们3人的事业几乎是起死回生。属下怀疑是一人所为。什么？查到他们了？接着查，一丁点让我父亲有危险的信息都不要放过。日后他们3人肯定会出来作祟，我一定要亲手解决他们。对了，属下还查到25年前3姐妹的亲生父母密谋抛弃他们的视频。什么？好了，别叫了，反正也是病殃子一大，受死正好。是啊，反正也没钱治了，死了就死了。火越来越大了，快跑！快跑！跑啊！店主，齐河也来了。店主，这是你和知夏小姐的 DNA 检测报告，请您过目。放掉。店主，您不看一眼吗？我看到她的第一眼，我就确定她是我的亲生女儿。做这份报告，只是要让天下人知道，她刘之夏就是我刘伯农的亲女儿。店主，当年小姐出事之后，你就把银河山庄关闭了整整25年。不过3日之后，我已经安排妥当，港城百大家族前来祝贺，同时我也做了人员筛查，宴会上不可鱼龙混杂。对了，店主，你的3位养女知道你回归，特意让长明战神联系我，拿到了邀请函。是属下办事不力，请店主责罚。店主，我现在安排人去把邀请函要回来。算了，让他们去吧。如果他们只是为了结交一些达官显贵，那便不用理会。要是还不知悔改，咱们就不必心死输了。是。进来吧。
店主，这是我们为您准备的衣服。听闻店主今日亲临，咱们可一定要好好表现呀。今天是河山神殿的店主回归宴，花国百大家族皆因此大人物而来。按理来说，这里是不对外开放的。不过您三姐妹既然与成名战神交好，那便可破例接待。大姐，我听说这银河山庄是专门为了那至高无上的店主所开的，店主整整隐退了25年，这银河山庄便闭门了25年。我们只要面见店主，向他表明咱们的忠心，咱们一定可以重回巅峰。大姐，你看那个村妇她又来了。刘伯农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你居然还敢来！我为何不敢来？满城权贵百大家族皆因我而来。你之前在宴会上联合林中欺瞒我们也就罢了，现在当着百大家族的面，你还敢大放厥词！上次你冒充店主，现在店主即将回归，我们又和店主的徒弟认识，你千方百计的混进来，就是想要毁了我们3个！你们也太高看自己了吧！我懒得和你吵。今日这宴会是花国百大家族为了店主回归而至，更是有祁山神那样的大人物前来。你在这里胡闹，惹出了事儿，就连林中那样的杂碎他也救不了你。识相点，赶紧滚！祁先生，齐和吗？没错，祁先生可是店主唯一的徒弟，更是这25年来银河山庄唯一的负责人。就连上京的3大家族见了他，也得敬重3分。算了，和你这种下等人讲也讲不明白。祁总眼里可是最容不得沙子，你居然还敢来擅闯这银河山庄！我让你滚呢，是给你留条活路，你可别不知好歹。我还不需要你们给我留活路。至于擅闯，你们可以去问问齐和。这宴会要是我不来，他敢开始吗？你居然还敢狂！大姐，谁给你们的胆子，敢在我父亲面前耀武扬威？父亲，原来你就是他25年前死在火海里的亲生女儿，就因为他以为你死了，才偷走了我们3个，毁了我们的一生。表面上是亲生女儿，背地里指不定也是被这个老东西给骗了。就算她是刘伯农的亲生女儿又如何？一个垃圾能生出什么好东西？一个垃圾骨子里就带着垃圾。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儿！刘伯农，你别以为仗着认识林中那个废物，就敢几次3番对我们动手，你这是在大闹宴会！你难道就不怕与神圣的店主大人为敌吗？是你们不尊重我父亲在先，我灭了你们都是轻而易举的事儿，更别说打你们这种小事儿。今天这场宴会是百大家族为了欢迎店主而开，你们2只苍蝇既然不愿意走，那我就对你们不客气了。来人，把这2个人的腿给我打断，拖出去！不愧是我女儿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怎么会北界的功法？我的身份你还不配知道？难道他真的有什么了不起的身份，竟敢偷学北界功法？刘伯农，你的女儿竟敢偷学北界的功法，还敢大闹宴会，殊不知正中了我们的下怀，是吗？说来听听。不然你以为我们为什么会屹立巅峰而不倒？因为我们不只有店主的支持，更有北界战神成名作为我们的靠山。我告诉你，成名战神已经在赶往宴会的路上，等他一到，你们2个一定会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成名战神可是宣平君手下战功赫赫的战神，而宣平君更是一人横扫18国的超群存在。那你们可知，在你们眼中尊贵无比、功法高超的成名，
在我面前也只能俯首称臣，敬我入神。你大言不惭！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宵小之辈，还敢口出狂言，羞辱成名战神！现在我就命人割下你们父女俩的头颅，给宣平君谢罪。我看谁敢动他！我看谁敢动手！恭迎成名战神！刘伯农，本来想让你们父女死得痛快点，可你们不珍惜啊！接下来你们的下场只会是生不如死。那我倒是要看看你怎么让我和我爸生不如死。大哥，你终于来了。这是干什么？大哥，他便是25年前偷走我们3姐妹的垃圾，今天带着他的亲生女儿来这里闹事，本想将他清理出去，却被他打得遍体鳞伤。大哥，你一定要为我们3姐妹做主啊！你们还动手了？没错，此2人品行恶劣，更是3番5次对店主不敬。这个小的更是口出狂言，说什么就算您来到了他面前，也得对他俯首称臣，这是狂妄至极。所以我们正打算出手教训他。刘伯农，你听到了？就凭你不敬战神之名，也够你死1000次！赶紧跪下来，给大家磕3个响头！成名，滚滚！大胆，竟敢直呼战神威名！村夫，看看你养的好女儿！闭嘴！成名战神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滚！成名战神看样子真的动怒了，居然把大姐二姐都打了。打就打了吧，正好让这对不知好歹的妇女见识一下战神的怒火。属下陈明拜见宣平君。拜见宣平君。这怎么可能？宣平君，这怎么可能？什么？他竟然是一人横扫18国的至尊战神宣平君！没想到我女儿居然就是花国宣平君。成名战神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她就是刘伯农的女儿啊，怎么可能是宣平君？滚！走，随爸爸上座。你们3个还有什么想说的？刘伯农，你想干什么？这可是店主的座位，不是你们父女2人可以玷污的。快滚下来！靠我们干什么？我们早就跟坐上去的这个垃圾断绝关系了。此人胆大包天，先前联合林中坏了我们的好事，现如今又当着百大家族的面公然挑衅店主权威。没错，这个村夫脑子有问题。还好我们一早跟他断绝了关系，等会儿出了什么事，可千万别怪在我们3个头上。老东西，你为了躲避我们3个人对你的惩罚，竟坐上了店主之位。我看你真是活得太好了，竟开始自断生路。无知村夫，你可知道这个位置代表的是花国方圆28000平方公里的最高层，非河山神殿殿主，非财权滔天者，非万人之上者不可做。你怎么知道我非财权滔天者？你又怎么确定我不是那个让所有人俯首拜相的万人之上？口出狂言，大胆包天！成名战士，你有所不知，这个垃圾他仗着自己认识林中神将，在港城那是无法无天，不仅害得我们一无所有，现在居然还敢挑衅河山神殿。还有这种事情？你攀得上林中，攀不上齐总。齐总可是店主的心腹，你这样做是想让我们都为你陪葬吗？成名，你什么意思？宣平君，我敬你是我的上司，给你1分不面，赶紧让你这无知的父亲从上面滚下来，不然别怪我不客气。他是我父亲，天大地大都没有他大。你一个小兵，是想谋逆吗？宴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好不容易有机会面见店主，他再这样发疯，会连累我们所有人。不要因为一介村夫害了我们所有人。不听你的命令，后果我当然知道，但是我成名行事一向只遵循自己。什么意思？不妨告诉你吧，我已经加入河山神殿，为河山神殿效力。你没有资格命令我。3天前，或许我还会怕你，但今时不同往日。我本想饶你命，可是你偏偏袒护你这个村夫父亲，那就别怪我无情了。刘伯农，
你女儿是宣平君又如何？她再厉害，抵得过河山神殿的威严吗？今日就让你们父女俩命丧于此！就凭你一个河山神殿的小兵，敢在我面前作威作福、耀武扬威，你真正的底牌肯定不止于此。你猜的没错，我真正的靠山是河山神殿殿主的唯一弟子齐和，这把剑就是齐和大人所赐。这把剑在河山神殿属于最低端的剑，你却把它当成宝了。无知村夫，到这个时候还在逞口舌之快。河山神殿在各种领域都是顶尖，这把剑在河山神殿排不上名，但杀你们绰绰有余。你居然为了这把破剑背叛北界！此次殿主大人出山，若是能够得到殿主大人的青睐，我成名便可一飞冲天。我不跟着河山殿，难道跟着你这个只会打架的废物吗？刘伯农，你和林中那点小伎俩，齐和大人一招识破，而我们将会会见殿主，到时候他林中算个屁呀！没错，到时我们提着你们二人的头颅去面见殿主，然后将你伪造礼物、勾结林中一事上报殿主，他老人家一定会再次将我们三人扶上巅峰。别做梦了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你们三姐妹什么都得不到。狂啊！你接着狂啊！我看你死了之后，嘴还会不会像现在一样硬？刘之夏，我给你们父女二人一个机会，赶紧从上面滚下来，给我们在场的所有人磕3个响头。我可以考虑一下，让你们死得痛快点。程明，你这一身的本事都是我传授给你的，确定要在我面前班门弄斧吗？你再厉害，也只能镇压一方，而我习得了河山神殿的绝学，杀你轻轻松松。那你试试看。小心！是不是感觉全身的功力都消散了？你阴我！宣平君，这是你教我的吗？为了赢，可以不择手段。你找死！父亲，你赶快走。夏夏，你放心，有爸爸在，绝不会让你受伤的。什么狗屁宣平君，我还以为有多厉害。成名战神心慈手软，他善良。今日让你们父女丧命于此，记住，下去之后别再偷别人家孩子，这一偷还是3个。你毁了宴会，下场只会是死路一条。齐总带着3大家族来给店主送礼，我要在他们来之前解决了你们，免得碍了他老人家的眼。刘伯农、刘之夏，受死吧！住手！齐总，程明，你好大的威风！店主的回归宴，动手杀人！大姐，齐总来了，我们恭迎一下他，然后把这个垃圾的事情全都告诉他。恭迎齐总。刘伯农，刚才成名战神想要给你个痛快，可现在齐总来了，等待你们的只有无尽的绝望。我劝你和你女儿赶紧自裁，至少能死得痛快点。要死的不一定是我。你个村夫！哼！齐总，想必您最近应该也听说了，这个刘伯农就是25年前拐走我们3姐妹的人贩子。自从我们跟他断绝关系后，他居然还串通店主的手下林中神将来捣乱我们的登顶宴。没错，他知道店主回归，所以就溜进了宴会厅，带着他的女儿在这里放肆，目无尊卑，目的就是为了惹怒店主，让我们3个前途尽毁。我们曾经劝过他，可他非但不听，还变本加厉。他不仅肆意说是您的师傅，而且他还说他就是那万人之上的神殿殿主。就是上次在他的宴会没能让他死成，这次一定要把他处理掉，让他死得透透的。好，你们3个姐妹可做得真好。齐总，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。齐总，您来了正好，您先到旁边休息一下，待我把他们2人清理干净，免得碍了您的眼。清理？今天在宴会上最该清理的是你们3个有眼无珠的蠢货。齐总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大闹宴会的是他刘伯农啊，该被碎尸万段的也是他。大人，你打我3妹做什么？齐总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程明，我原本看你是宣平君的手下，觉得你的前途尚可，才与你结交的，没想到你也是愚不可及啊！从今以后，我和你再无瓜葛。
赶紧给我滚出去！哎，齐总，属下齐和拜见店主。属下齐和拜见店主。店主，三大家族携3重礼到。花果3世家恭贺店主回归河山神殿。花果周家送上金龙金凤1对，花果王家送上玉观音1尊，花果何家送上镇国之宝千里江山图1幅。起来吧。店主，大姐，他刘伯农到底是什么身份？为何齐总和3大家族都叫他店主？难道他真的是河山神殿店主？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难不成那3份登顶礼不是伪造，而是真的？你们这群有眼无珠的蠢货！店主这么尊贵的身份，你们就这般侮辱他？店主，今天在场冒犯你的人，你打算如何处置？我原本以为前几天的教训能够让你们3个懂得谦卑和低调，你们竟如此不知悔改，还联合成民一起来羞辱我的女儿，那就别怪我无情无义了。齐和，封杀成民，谁敢救，让他在花果尸骨无存。是。店主，求您饶了我吧，我不是有意刁难您和您女儿的。我当然知道你不是故意的，但你仗着河山神殿的势力欺负弱小之人，更为可恶。既然如此，我就让你尝尝一无所有，让人踩在脚下的滋味。好你个垃圾，给脸不要脸是吧？别以为你是个什么店主我就怕了你了。今天所有人都杀了，一样都站上巅峰。杀了你，这店主之位就是我的了。死了！拖出去！大姐，没想到这刘伯农真的是河山神殿的店主。我们之前把他得罪这个彻底，这下我们不会真的完了吧？不会的，他毕竟养了我们20多年，只要我们求求情，他一定会给我们一条生路。大姐，你去求求他，去求求他。你就是那叱咤风云的河山神殿店主？是。却瞒了我们整整25年，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们呢？你为什么要偷走我们，毁了我们幸福的家庭，还让我们跟你一起过着苦日子？在我们即将登顶的时候，让我们毁掉这一切，你真是杀人诛心啊！我早就跟你们说过，你们3姐妹能有今天，全都归功于我。我说，是我冲进火场把你们救了出来，细心养大。你们可信过一句？不可能，我们的亲生父母那么爱我们，怎么可能会抛弃我们？明明就是你自己的亲生女儿死在火场里，你见不得别人有孩子，所以你放火烧了医院，偷走了我们。明明就是你毁了我们的人生。你不信，我说再多又有什么用？你们3个难道真的相信你们所谓亲生父母的真的爱你们吗？他们爱的只有钱财智力。你什么意思？带上来。妈，今天就让你们睁开眼睛好好看看，到底是谁抛弃了你们，又到底是谁视你们如珍宝。好了，别叫了，反正也是兵殃啊，烧死正好。是啊，反正也没什么治了，死了就死了。火越来越大了，快跑，快跑啊！原来这3姐妹的父母才是抛弃他们的罪人呢。而他们3个人竟然帮着丢弃他们的亲生父母，去伤害、去虐待扶持他们功成名就的养父，真是太畜生了，真是狼心狗肺，猪狗不如。爸，你告诉我，这不是真的，这视频是假的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一切都是假的，是不是？啊！是真的。那意外医院起火，你们3个都在重症监护室，我们没有能力救你们，就把你们留在火场。直到后来看新闻，知道你们功成名就，我们就想着把你们全部认回来，我们后攀登高峰。可就算这下而至，你也不该瞒着我们，而且抹去我们所有的努力。你们3个资质平平，这些年都是店主在扶持你们，才让港城的权贵看中你们。可你们呢，是怎么回报他的？爸，求求你原谅我们吧，我们真的错了。孩子们，
我当初捡到你们的时候，正是我隐退之时，可我万万没想到，仅凭你们父母的一面之词，便换来了你们的不信任和厌恶，想要杀死我，千方百计的想要我去死。归根结底，我这个当父亲的也有责任，是我没有教好你们。算了，我们之间的情分到此为止，从今以后，我们之间再无任何瓜葛。爸，我错了，是我这个老大没有做好，爸，我该死，爸，你打我，来，你打我，爸，你别不要我们，爸，我们都是受他们的蛊惑，才做出这么大逆不道的事情。爸，你原谅我们吧，再给我们一次机会，我发誓，我只认你当爸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从今往后，你们的生与死与我再无关系，我们之间恩断义绝。爸，你别走，爸！爱我们的人，我们弃之如狗；不爱我们的人，我们却视若珍宝。终究还是我们有眼无珠，咎由自取。我们就是这天底下最大的笑话。